北京，中国的首都。这里有令世界惊叹的建筑奇迹。北京总能让世界震惊。经济的高速发展让这座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但交通日益拥堵却成为困扰北京的一个重要问题。 今天，一个创纪录的解决方案正在快速实施：31条线路、560座车站、1000公里行程，一个立体的轨道交通网络将辐射于这座城市的地上地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地铁交通网络也将作为一项超级工程而让世人瞩目。 薛杰，北京一家公司的职员。今天他要去会见一个重要的客户。10几公里的路程必须准时赶到。然而，此刻正是北京人出行的早高峰，这段时间出行量达到了800万人次。 这是北京地面交通最为拥堵的时候。车行缓慢，队尾呢排过了金家村桥。2环、3环、4环、5环、6环，城市围绕一个中心向周边急剧膨胀，人口超过2000万，汽车突破500万辆，交通拥堵成为城市的顽疾。 但是，人口和汽车的数量每天都在持续增长，户籍准入、购车摇号也没能阻止这种趋势。公交优先，车辆限号行驶，依然没能彻底解决拥堵的问题。北京人每天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时间平均超过1个半小时。 在这样的交通状况下，想要准时到达目的地，对于像薛杰这样的有车族来说，换乘地铁或许更为明智。北京现已拥有14条地铁线路，近400公里的地铁行程已经连接起城市的主要功能区。然而，面对日益增长的客流压力，地铁已经不堪重负。 一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地铁网络计划正在实施。到2020年，31条线路、1000公里行程，一个立体的地铁网络将覆盖北京的全城。在国外的许多城市，地铁系统的修建大概需要近100年的时间。 然而，北京想要完成上千公里的目标里程，却只剩下不到10年的时间。
他们该如何完成这项超级工程呢？十几家建筑公司、上万名建筑工人，世界最先进的采掘机器，在不分昼夜的工作。仅2011年，北京就有7条地铁线路在同时修建。然而，在北京的地下挖掘几百公里的地铁隧道，修建上百座车站，绝非易事。在许多大型城市，地铁系统往往和城市相伴而生，甚至先于城市，这就赋予了地铁很大的选择空间。而今天的北京，已经从一座几百年历史的古城，演变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城市的地下管线密布，高大建筑的地基纵横交错。要在其下方修建一个庞大的地铁系统，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这些管线和地基的下方是正在兴建的北京地铁线路。这条线路东西向横贯北京的中心区，特殊的位置让设计者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中心城设计线路，最主要考虑的是文物保护问题。北京是一座历史古城。长久以来，这些经历了几百年历史的胡同和老街，如今被赋予了新的色彩。在游客的眼中，这里才是最为地道的老北京。而新修的线路就恰好从它下方穿过。对于头顶脆弱的古建，地铁专家该如何面对呢？原6号线在线网中，在中心城这个地段呢，穿越了北京的这个皇城保护区。经过多轮的专家评审验证，我们最后决定把6号线的西端点向北平移1.5公里。这种线位的调整是对皇城的一个保护。但是，单方面的线位调整并不能完全保证古建的安全。采用何种施工方法起着关键的作用。这里是北京最大的地铁线路设计部门，设计者正在讨论穿越古城区线路的施工方案。当一条地铁线路完成总体的规划之后，至少3年的时间会在这里进行最为详细的线路设计，然后开始长达4年的地铁施工。他们服务于未来。工作和我们有着近10年的跨越。假如你在2012年坐上了刚刚通车的线路，那么或许在2005年的时候，这条线路就已经在设计之中了。北京在历史上是一座皇城。以永定门至钟鼓楼这条线路为中轴，城市建筑严格对称，形成了体现皇权和秩序的4方城池。建筑大师梁思成赞美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今天的北京基本沿袭了这种独特的城市格局。正是这种先有城市后有地铁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北京地铁的线路规划。北京呢，城市规模很大，整个的建设密度都很高，所以呢，就要求这个轨道交通的线网呢，要适应城市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格局，就形成了这个跟城市的这个道路网的这个形态呢，就有一些吻合了，基本上形成了环加棋盘状的这么一种格局。为了更好地保护头顶的古建，设计师为这条新修的线路选定了一种首次应用于北京的施工方案。当隧道挖掘遇到古旧的地基时，会由平行的走向变成上下叠落。开挖面积的缩小，减轻了对建筑地基的影响。隧道即使在狭窄的空间，也可以顺利通过了。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必须考虑，那就是北京的地质。
各地不乏在修建地铁时因地质原因造成塌方的案例。北京想要避免这种情况，首先必须对地质了如指掌。为了不影响交通，这个只能在深夜开工的团队正在为设计中的地铁线路勘察地质。横上50米，1米一个曲样。他们必须每隔50米打一个深度为40米的圆孔，以便取出地下的土样送回实验室检测。今晚的工作似乎还算顺利，第一个土样已被成功取出。但是夜已经过去了大半，距离每条线路300个钻孔的目标还很遥远。这项工作虽然费时费力，但却必不可少。它可以为线路设计和后期施工提供重要的参数。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开始修建中国最早的地铁。由于当时的地面建筑稀少，而且地铁只修在地下10米的位置，所以一律采用的是开膛明挖的方式，没有先进的挖掘设备帮忙，几乎完全靠人工挖掘。那样的速度，在今天的北京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北京早已今非昔比，国际化的标准为这座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日益密集的建筑、拥堵的交通，使地铁的修建不得不加快步伐。一种最先进的隧道挖掘机被普遍采用，它可以把挖掘速度提高到人工的几10倍，这就是盾构机。前进中持续旋转的刀盘将切削的渣土送入泥土仓，加入合理配比的浆液，最后将渣土运输到后方的土车中。盾构机的威力在钻凿领域里无人匹敌，它的霸气不仅来自于超强的挖掘速度，还有一个堪称为巨无霸的个头。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盾构机刀盘直径接近20米，相当于7层楼房的高度。如此庞大的身躯，想要进入地下工作，难度可想而知。高瑞轩，全国最快的盾构机驾驶员，他的任务就是每天13个小时持续驾驶盾构机按规定的线路前进，不允许有任何偏差。这是一项复杂而枯燥的工作。我一天上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盾构机操作室里面待着，大概就是1.2平米，里面有的话就是轰鸣声，和这个闷热的空气。因为每天就是在地下待着12、3个小时，就1、2个月是见不到太阳的。我周边的环境永远是一成不变的，我只有通过键盘上的数字，看着数字的移动我知道我在往前移动。高瑞轩唯一能休息的时间就是管片拼接的时候，盾构机每掘进一环，大概1.2米的距离就会停下来拼装管片。通常情况下，6块管片组成一环。这些管片大小不一，有着不同的接口，工人必须经过仔细的拼装，才能保证管片严丝合缝。在盾构机不断前进的同时，隧道内壁也就同步成型了。隧道成型后，另一个团队开始登场。他们的任务就是随时检验隧道是否与规定线路吻合，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盾构机贯通时能否准确出动。要在不到10年的时间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地铁交通系统，盾构机必不可少。在施工高峰期，有近100台盾构机在北京的地下工作。
然而，每台盾构机的价格高达5000万人民币，每公里地铁的平均造价更是接近10亿元。想要完成上千公里的地铁线路，这项巨额的投入，在过去的北京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中国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北京有实力去完成如此规模的超级工程。北京发展的速度令人惊叹，但交通的速度却让人遗憾。道路日益拥堵，已经成为困扰人们的一个重要难题。北京的决策者必须加快解决的步伐。9号线军博站地段的隧道施工却依旧采用着传统的人工挖掘，工人修建1公里的隧道至少需要18个月。然而，盾构机只需要3个月，但这是无奈之举，因为盾构机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够进入地下。新建的军博站地处长安街的繁华地段，如果使用盾构机，将意味着要挖一个巨大的坑洞，把它放入地下。对于北京的交通命脉来说，显然这是难以接受的。但是9号线即将在2012年年底实现通车，加快进度是现在唯一的方式。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9号线必须下穿已经存在的1号线。在地铁施工中，穿越已有线路的施工被评为特级风险源。但是，这个新车站的困难远不止此。在新的线路规划中，9号线穿过1号线，并通过各自线路上的军博站实现换乘。由于1号线离地面较浅，新线只能从其下方穿过。然而，令人头疼的是，1号线下方有一个巨型的水层。如果9号线下穿1号线，将使新车站置身水中。混合地下水的施工是工人的噩梦，大量地下水随时可能引起工程塌方，他们必须尽量排干这些水。排水措施足足持续了2个月。当工人再次检查水位，却发现并没有明显下降，这让原本就困难重重的工程再一次雪上加霜。然而，这又是一座不能不修的车站。在它的1公里处，就是曾被誉为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北京西客站，它是中国平均日客流量最大的火车站之一。但遗憾的是，没有一条地铁线路连通西站。长久以来，这里也成为北京地面交通最为拥堵的区域之一。9号线的军博站与西客站的对接，可以让乘客很方便地换乘其他地铁线路，未来将为西站周边分担近1半的交通压力。然而此刻，困难重重的军博站仍然没能找到可行的方案，专家们对此一筹莫展。就在工程的另一端，盾构机的驾驶员高瑞轩也遇到了难题，高速掘进的巨无霸遭遇到了极限的挑战。我在这个里面最长的一次待过21个小时，盾构机往前的话只掘进了不到10公分。迫使盾构机丧失威力的原因，来自于北京复杂的地质。北京的西北2侧地势偏高，经过河流长久的冲刷沉淀，形成了东边沙土、西边卵石的地质。普通的盾构机很难应对这种坚硬的卵石地质，
暗藏在沙土中的巨型漂石会随盾构机的刀盘一同旋转，无法开挖。强行推进的结果，则会让行进中的刀片受到严重损伤，这是一种令国内外施工方都头疼不已的地质。面对日益拥堵的交通和严格的工期压力，这样的掘进速度意味着高瑞轩不得不在隧道里度过更长的时间，每一刻几乎都在挑战着他的心理防线。每次走到里面，感觉特别烦，听着这个机器的轰鸣声，曾经说是，在这边干什么呢？自己干脆卷铺盖回家算了，不干了。凌晨5点，在做完一切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后，第一班地铁从车辆段缓缓驶出。新的一天即将开始，而地铁也将迎来它每天10几个小时的运营。经过无数次的讨论决定，军博站的专家最终拿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下沉8.5米，将规划中新车站的位置继续下沉8.5米，用暗挖工法在水层的下方建造一个车站。地铁的施工分为明挖和暗挖，各自都有严密的保障。如果明挖需要借助无数的钢筋做支撑，工人可以安心地在下方作业。但是明挖的方式必须拆除大面积的地上建筑。由于地铁线路与交通线路紧密贴合，如果频繁采用明挖，将会导致北京的交通陷入瘫痪。同时，寸土寸金的地价也会让拆迁费用变成一个天文数字。于是，一种新的挖掘方式应运而生。这种暗挖的工法，就是在地下开挖的数个小洞内，逐步搭建其车站的结构，再清除多余的土方。整个修建过程全部在地下完成。它免除了地面拆迁带来的麻烦，对于新修的军博车站来说，似乎再合适不过。然而，暗挖施工的难度要远大于开膛明挖，而且工期会更长。但此刻已经别无选择。军博站打通了暗挖最主要的竖井通道。在他们的头顶，就是那个无法抽干的水层，中间的土层最薄处只有3米的间隔。工程首先要保证这个土层不能塌方和渗漏，施工每前进一步，钢筋水泥就被用来加固。但是工程还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压力，地面沉降不能超过3毫米。因为列车对于轨道的贴合程度要求极高，如果地面沉降超过3毫米，就会导致轨道变形，列车经过时就必须减速行驶，这将给交叉换乘的线路运营带来极大的混乱。在巨大的工程中，3毫米虽然极尽微小，但是这个数值随时需要地铁专家密切监控，因为在他们的上方就是已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地铁1号线。1号线是北京的第1条地铁，今天它已经成为贯穿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每天运送客流超过100万。它的上方是长安街，位于长安街中心的天安门被誉为北京的心脏，在人们心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1号线在它的东西几公里内设有数座车站，每逢节假日，1号线就会变得异常繁忙。但是最初这条线路却是出于战备的目的修建的。解放初期的北京，步行或人力车是人们出行的主要方式。周恩来总理曾一语道破：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备战。当时，莫斯科地铁在2战中发挥了很大的战备作用。苏联的做法启发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1965年，经过近10年的准备，北京开始修建中国最早的地铁。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地铁修建充满艰辛。我们的设计周期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当时也是相当紧张，又没有经验，又没有借鉴的东西，我们白手起家搞设计，我们都趴在那个大图板上，然后一笔笔去画。大夏天，天都很热，怕这个胳膊这热汗呢粘在那个硫酸纸上，我们底下垫上毛巾，然后趴那画图。经过4年的努力，1号线于1969年建成通车。由于战备的功用大于交通，通车后的1号线并不对外运营，只能凭单位介绍信参观乘坐。在那个朴素的年代里，地铁车站获得了“地下宫殿”的美誉。应该说，为搞地铁，搞出我们中国的地铁。第一代地铁人是花了辛苦的，很自豪。此刻，就在他的脚下，军博站的施工正在进行。一种独特的方式将被采用，它可以有效地避免1号线的下沉。这个方法曾在20年前英国地铁的修建中成功地防止了大笨钟的倾斜。隧道在前进中，如果发现地层有沉降的迹象，就会将钢管插入需要支固的地层中，再把水泥通过钢管注入土壤，以此来让地基得到稳固。虽然有了有效的补偿方式，但是如此庞大的工程，安全问题依然至关重要。全北京地铁施工的监测报告每天都会上传到这里。这个专业的团队实时监控着每一处施工现场，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另一条线路此刻也同样面临着下穿已有线路的困难，但是他们找到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里也是一个新老线结合的换乘站，唯一不同的是，这2座车站之间既没有水层，也没有土层，而是紧密地贴合在了一起。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应该是正在开挖的10号线。钢支撑的顶上呢，应该就是既有线的底板，那么底板的上面就是跑着1号线的火车。这个存在了40年的老站，其下方将被大面积掏空。既不能影响正常的运营，还要保证地面沉降不能超过3毫米。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但是好工程师自信会绝处逢生。秘密武器就是千斤顶。每个钢立柱的上面呢都有千斤顶，顶着就是既有线的底板。
千斤顶被安放在新站的承重墙和钢立柱上，最终它们将处于2个车站的上下底板之间。这些千斤顶的重量为30公斤到90公斤，可以顶升大于自身1600倍的重量。每一个安放的位置都经过了准确的计算。地面设备通过对每一个千斤顶输送油压，从而对地面沉降进行补偿。随着工程的推进，地面沉降也在密切监控中。一旦接近3毫米这个临界点，工人们就会给千斤顶加压。就在高瑞轩为盾构机缓慢的挖掘速度苦恼的时候，专家们也正在为盾构机如何应对复杂的地质而努力。这是北京交通一天中的第2次高峰时刻。现在，北京全日平均拥堵时间已超过2小时，高峰时地铁里人满为患。5号线日客流量高达80万人次，已接近2031年的预测客流。交通拥堵的范围正由城市中心区向外围蔓延，北京的整个路网已经处于严重拥堵的状况。北京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资源优势，吸引着无数的外来人口，这是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第6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接近2000万，其中外省市来京人员突破700万。在北京，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1个是外来客。我是一名地图数据的采集者。我每天都要到北京的各个角落去采集数据，更新地图。几乎每座城市的建设都承袭着中国人传统的中央观念。作为首都的北京，似乎更为明显。城市在不断的长高，也在以一点为中心，向4周迅速扩张。北京的发展真是非常迅速。前段时间我去一个地方还是一片空地，现在去那可能就是一座高楼。我们在绘图时，为了能够囊括更多的北京城市信息，只能将比例尺变得越来越小。北京的中心区拥有最高最贵的楼房、最集中的公司以及最繁华的街区，市中心掌控着优越的资源。虽然工作在北京的市中心，但是赵其磊却承受不起那里昂贵的房租，他只能住到更远的地方，每天上班都要赶乘始发站的首班地铁。和赵其磊相比，辛玉恐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工作的地方在市里，但是我住在这边，是因为这边的房租比较便宜。但是离我工作的地方太远了，每天上下班要等好长时间的公交车，然后也要坐好长时间的公交车，还要倒车好几次，到单位要好几个小时。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以后可以坐地铁上下班。每天大量的人群往返于城乡之间，地面交通已经难以承载。北京这种独特的以中心城为圆心，不断的向外画圆的结构，让城市的中心越来越大。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城市，它需要具备一个核心区，但是这个心却不能无限膨胀。如何让城市资源与交通环境进行合理调配，决策者面临挑战。我觉得在全球城市范围之内，大家都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对吧？可能北京的城市发展也在想一个多中心论。一个新的规划方案在北京付诸实施，
在以传统中轴线和长安街构成的十字轴为精髓，同时发展东西部并建立新城，在市区内建设多个综合服务区，这就是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格局。但是，北京古老的城市格局由来已久，同心圆的环状公路已经为这座城市奠定基础。想要挑战旧的发展模式，轨道交通成为最重要的选择。从中心城到外围的新城，我们应该是建立快线系统。在外围呢，城市的发展呢，就是依托城市的轨道交通和轨道交通的车站为中心来进行这种发展。此后，大规模的郊区线路开始修建，中心城的压力正在逐步疏解。到2020年，地铁将要达到1000公里的行程，这个长度相当于北京和上海2个超大城市间的距离。而这些线路却都修在北京的地下。但是，日益密集的城市能否给地铁更多的空间呢？这个长16米、重达45吨的钢铁构件是一种机器的零件。地铁14号线的工地，工人们正在组装中国最大的盾构机。它的直径超过10米，相当于3层楼房的高度。庞大的身躯想要进入地下工作是个不小的麻烦，所有的盾构机都必须先在地面全部拆解，然后再将零件逐一调运到地下重新组装。而这个超大的身躯将意味着要花去更多的时间。半年后，调试完毕的超级巨无霸开始工作。它的身后是一个直径超过10米的隧道，和传统的单行隧道相比，它可以同时供2辆列车并行。这种方式可以为北京节约更多稀缺的地下空间。北京地铁如今已不再是单线的概念，而是一张覆盖全城的轨道交通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张路网将越织越大，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的出行将更加便捷。然而，不到10年的时间，史无前例的艰巨任务以及刻不容缓的交通压力，让这个工程里的每一个人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中轴线通车的时间日益临近，车站已经进入装修。设计师们也在讨论最终的方案细节。但是在这个地方呢？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当天，仅鸟巢的观众就有10万名。如此庞大的人群在开幕式结束的一瞬间同时涌出鸟巢，将会直接导致交通瘫痪。事实上，早在奥运会开幕之前，为了更好地服务奥运，北京地铁5号线、8号线、10号线等就相继开通。8号线其中的一段甚至被命名为奥运支线。那一刻，地铁线路承担起巨大的人员输送重任。然而，每列地铁的客运能力毕竟有限，面对突如其来的庞大人群，如何立即疏散，对于地铁系统来说充满了挑战。最可行的方案就是在单位时间里增加车辆，以便运走更多的乘客。在即将开通的线路上，一辆新车正在进行动车调试。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行车间隔。1号车收到。
前方红灯的位置不可跨越，但是接下来的试验要强行越过红灯。监控室正在严密监控。首先，列车按照设定的速度前进。几分钟后，列车正慢慢接近这个区域。向红灯，红灯可以越过，红灯可以越过，司机收到。如果闯红灯成功，那么将意味着调控车辆的大脑失灵，系统是否能够允许？列车已经无限接近红灯。列车没能闯过红灯，系统在距离红灯2米远的距离强行制动，确保了列车之间的极限间隔。也正是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信号系统，将北京地铁原来的10分钟的行车间距缩短至3分钟。在奥运会开幕式结束后，地铁创造了仅用40分钟就疏散了鸟巢10万名观众的奇迹。由于在奥运会上的成功表现，动车调试也被延续下来。北京城区地铁的行车间隔在高峰时由原来的10分钟缩短至2分半，原来1小时内仅有6辆列车通过，现在增加到24辆，将运营能力提高了3倍。08年的奥运会呢，实际上对轨道交通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从根源上讲，还是这个城市发展的这种需求，反馈到这个交通系统和这个反馈到这个地铁系统提出来的要求。正是这种强烈的需求，迫使北京不断加快地铁修建的步伐。听着，我回头看，往这边来点。随着北京地铁网络的逐步形成，新的线路也在陆续通车。更大的运能、更高的安全标准、更舒适的乘车环境，给地铁车辆的生产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大批现代化程度更高的新型机车也在密集的生产。4800个配件，5万多个焊点，各种严丝合缝的组接，而完成这个庞大工作量的时间却只有2天半。新车体经过整装调试，2个月后便可与其他车辆一起投入运营。然而，地铁依然拥挤。2000年，北京年乘坐地铁的人次为4亿，而在10年后，这个数字迅速上升为18亿。北京地铁成为全世界运营强度最大的地铁之一。于是，在新修的线路中，优化车站换乘的方案被提上日程。2000年以前，换乘呢多采用这种通道的换乘，这是一条线的线路和站台。那么这是另一条线的线路和站台，它们之间呢都用这种通道换乘，实现这种单方向的换乘。行人呢由这个站台上到站厅，然后通过这个通道直接放到这个车站的站厅，然后再下到这个站台。那么这个走行距离一般大概在100米左右。香港拥有世界上换乘最方便的地铁系统，线路独特的平行设计实现了同台换乘的便捷。北京新建的线路也借鉴了这种高效的方式。这是一条线的线路，这是2侧的站台。那么另外一条线的选择的时候呢，我们优先辅在它2侧。它可以实现同方向的同台换乘，客流呢就不必要再去上到站厅通过通道换乘。人的走行距离呢就是一个台的宽度，相当于大概在10米左右，很方便。所有的信息都在这里汇总，这里是地铁系统的大脑，
可以监控每一条线路、每一辆列车。将来，在我们实现2020年的最高运量时，这个庞大的系统将监控着全世界最大的地铁交通网络。 它应该加点泡沫，不加泡。现在，你反正可能这下面的刚把车收过来。不用，没事。啊。舱里有没有水？上部油缸比较小一点。现在对的垂直姿态多少？里面绝对正常，贯通现在还有10公分。今天是高瑞轩驾驶的盾构机贯通的日子。原本3个月的挖掘周期。 由于复杂的地质结构已经持续了1年之久，现在终于迎来了出动的时刻，而此时却充满风险。如果盾构机的姿态稍有偏差，不但不能准确贯通，还可能出现洞口塌方和涌沙涌水的巨大危险。 把这东西尽量往上抬，下部油缸要尽量花大点。收到。对于高瑞轩来说，这是最关键、最紧张的时刻。盾构机准确发动，停止推进。 每次庆祝之后，高瑞轩都要到他开过的隧道里走走。在一般人的眼里，隧道是没有尽头的，周边的环境都一样，显得很枯燥。但是我很熟悉，这个隧道的话是我1公分1公分推出来的。我每次走的时候，我会想，上次我掘进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当时掘进的还很顺利，有时会联系到当时我的心情。 这个超级工程还在继续，几万人依旧在为之付出努力。他们用每一份艰辛和汗水铸就工程的奇迹，期待有一天惊艳世界。这一天将不再遥远。2020年，北京地下这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将为地上的城市提供新的活力，并最终 改变这座城市的面貌。这是世界上最大型的风力发电机，它可以产生巨量的电能，却不需要消耗任何燃料，也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污染。把它制造出来，已经让人们费尽周折；把它安装到波涛汹涌的海上，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 敬请收看央视纪录频道《超级工程》。